法治故事耐人寻味，不容错过。2011年2月2号下午4点08分，卢芳云踏上了回老家河南黄川的 K464 列车。刚刚落座，他的手机 QQ 收到了一条惊人的留言：云，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留言，我将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相遇网络，也在此与你永别了，祝你幸福。卢芳云头皮一紧，赶紧追问：在吗？怎么了？可是网络那头却悄无声息了。1992年出生的卢芳云祖籍河南黄川，单纯善良，长相甜美，人见人爱。2009年，他从河南一所职校毕业，来到江苏无锡一家光学仪器厂上班。半年后，经人介绍，和当地一名男孩谈起了恋爱，但男友工作繁忙，没时间陪她，她渐渐养成了网聊的习惯。她别出心裁地取名为红颜醉西君。暧昧的网名引来一大批热情网友加她为好友，她和网友们侃天侃地，十分惬意。2011年1月17号，卢芳云照例用手机上 QQ， 好友的头像个个都是灰色的。正要关掉 QQ 时，熟悉的咳嗽声传来，他忙点开小喇叭，一条加好友的请求上写着：云，关注你很久了，刘泰龙。谁呀？卢芳云十分好奇，还从来没有人这样亲密地叫过他的名字。他刚通过好友申请，他的头像立马就闪亮了。云，你在啊？我等你好久了。我不认识你，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卢芳云发问。关注你很久了，你的每一篇日记我都读过，但一直没勇气加你。卢芳云追问，为什么不敢加？因为你太美好了，而我。刘泰龙沉默良久，善解人意的卢芳云赶紧宽慰说，大家都是朋友，聊天而已，不存在谁美好谁不美好。你果然像我想象中那样纯净明媚，一朵纯洁的百合花。卢芳云的脸一热，这样肉麻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居然也蛮中听。你言过其实了，我只是个很普通的女孩。很快又一串字跳出来，云，我唯一的奢望就是做你卑微的知己。记得在人海茫茫里，有一个我在默默守候你，有一颗心里一直住着一个你。说完，刘泰龙的头像就暗淡了。卢芳云呆呆地盯着屏幕，反复看了几遍聊天记录，心不再如止水。刘泰龙虽然无微不至地关心他的生活起居，却从未提出过要他做他的女友，这让卢芳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很乐于和他说心里话。两人还互留了手机号，短短几天的时间，两人风雨无阻地聊得火热，俨然一对相见恨晚的知音。1月22号，刘泰龙对卢芳云提出邀请，我在宁波上班，你过来宁波玩吧。我在复习英语，很忙。你真上进，等你忙完了我去接你。面对如此盛情，卢芳云努力抵挡，却为他霸道而又可爱的热情所陶醉。你不回家过年吗？他礼貌性地问了一句。不回。刘泰龙冷淡地说完，头像立马变灰。卢芳云想，自己是不是触到他的痛处了。1月25号，刘泰龙突然又打电话给卢芳云，说他回六安老家了。卢芳云说，这就对了，过年还是要和家人团聚的。刘泰龙的语气顿时变冷了。不要谈什么家人，我现在只有你这个可以说话的朋友，
说完就挂了电话。他就一个人。卢芳云对着同情心顿生，不由自主的有些担心起来。2月1号晚上，一连几天杳无音信的刘泰龙突然给卢芳云 QQ 留言：我明天就要死了，你再也找不到我了。实在是触目惊心呐。卢芳云赶紧拨通刘泰龙的电话：你不要瞎想啊，你到底怎么了？这几天都怪怪的。不能和你在一起，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卢芳云一听脸都白了。可是说好了我们做好朋友的啊。话音刚落，电话那头传来了忙音，在拨时刘泰龙已关机。2月2号上午10点左右，忐忑了一个晚上的卢芳云再次打开 QQ， 刘泰龙的头像终于闪动：你再也找不到我了。卢芳云的心此时已是翻江倒海，是奔赴六安去挽救自己的知己呢，还是回家团聚？当天下午，卢芳云犹犹豫豫地往火车站赶，一路上实在放心不下刘泰龙，一条接一条地给他发信息，却无一回复。难道他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卢芳云内疚不已，直到他收到故事开头的那条留言，一股道义感从他的灵魂深处升腾起来，思绪纷飞。列车广播上开始播报沿途停靠站点。听到六安2个字时，卢芳云的心颤动，久久注视着手中的火车票。他想到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古语，郑重地给刘泰龙发出了短信：不要做傻事，我来了。午夜时分，列车到达六安，卢芳云提起简单的行李，怀着神圣的心情下了车。令卢芳云庆幸的是，上帝准时传达了他的信息，将一个活生生的刘泰龙留给了他。此前两人视频过，他一眼认出了一脸沧桑，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的刘泰龙。他欣喜地一把抓住他的手说：谢天谢地，你没事就好。可是刘泰龙并不兴奋，他一言不发地提过他的行李，带他上了回舒城县百灵乡自己家的车。1个多小时的车程，刘泰龙双唇紧锁。到了他的家后，触目所及的是几样简单的家具，昏暗的灯光，一个人影都没有。卢芳云的心酸酸的。刘泰龙带卢芳云到隔壁房子里见了他的父母、姐姐和堂妹。卢芳云没有多说多问，心里对刘泰龙充满了同情。之后刘泰龙又带他回到原来的房子。看刘泰龙更加满目愁云，卢芳云忍不住问：我这不是来了吗？你怎么还是不开心？你来是看我最后一眼，我高兴得起来吗？我活着一点幸福都没有体验过，还不如死了的好。刘泰龙背对着卢芳云淡淡地说，同时手里鼓捣着一瓶貌似农药的瓶子。你要干什么？卢芳云赶紧抢过瓶子。没有爱，活着又有什么意义？那你要我怎么做？爱我。卢芳云睁着一双明眸，看着眼前这个万念俱灰的男人，沉默了。刘泰龙推开他，倔强地说：让我去死吧，让我解脱。卢芳云脱口而出：只要你不自杀，我做什么都愿意。刘泰龙一把拉过卢芳云，抱在怀里。你干什么？卢芳云如受惊的小鹿，双拳挡在胸前，拼命反抗。这就是我要的爱。不行！卢芳云斩钉截铁地说：那算了，就让我去死吧。卢芳云懵了，完全拿不定主意。眼看着刘泰龙去意已决，他脱口而出：从今以后，
我就是你女朋友，可以了吗？男女之间只有合二为一才是真正的爱。刘泰龙厚颜无耻地对卢芳云说。可是卢芳云却早已迷失在他的以死相逼里。他天真地问，能不能只睡在一起，别的什么都不做？刘泰龙没有正面回答，将他拉到床边，什么都别说了，睡吧。时间已经是凌晨3点，两人合衣躺下。刘泰龙看着他，悠悠地说，很感谢你千里迢迢来，我死也瞑目了。卢芳云慢慢放下了护在胸前的双手。早已蠢蠢欲动的刘泰龙再也按耐不住，紧紧地抱住了他。卢芳云感到刘泰龙完全没有了之前的颓废，也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深情温柔，不禁害怕了，下意识地开始反抗。可是刘泰龙毫不客气，他越是反抗，他越是用力。两人僵持了大约1个小时，刘泰龙的呼吸渐渐急促了。从未经历过这种局面的卢芳云早已筋疲力尽，内心也已无助到了极点。即使我喊，也没有人能听得到，说不定激怒了他，他还会杀了我。刹那间，恐惧袭遍全身，舌头也被冻结了。突然，刘泰龙的动作剧烈起来，他拼命地捉住他的双手，把他掰过来，迅速褪去了他的衣服。事后，刘泰龙蒙头就睡。卢芳云强忍着疼痛，不解前后判若两人的刘泰龙，这像是一个想要轻生的人吗？这是一个爱自己的人的行为吗？2月3号早上，卢芳云睁着红彤彤的双眼，发现刘泰龙不知何时消失了，而昨晚见过的那个堂妹正隔着门缝看着自己。直到这时，卢芳云才从这个小姑娘口中得知，刘泰龙的真名叫谢豪勇，他的亲生父亲在他11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跑了。他昨晚见的住在隔壁的老人是他的叔叔刘大人。说完，小姑娘跑走了。这犹如一个晴天霹雳，震得卢芳云瘫软了半截。从小姑娘惊慌的样子，他猜想这个刘泰龙绝非善类。果如其然，噩梦还在后头。不一会儿，刘泰龙回来了，笑嘻嘻地看着卢芳云。伤心欲绝的卢芳云正在收拾行李，准备马上离开，却发现自己手机找不到了。刘泰龙居然扣押了他的手机。把手机还我，你这个骗子！卢芳云伸手去夺，却不敌刘泰龙身手敏捷。纠缠了10多分钟，卢芳云怒目斥责说，就当我瞎了眼，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现在我必须回家，请把手机还给我。但刘泰龙坚决不交还手机。两人僵持了有半个多小时。卢芳云下了最后通牒，你再不还给我，别怪我翻脸无情。刘泰龙也不再客气，拿起电话拨了一串号码，恶狠狠地说，这小妞在找我麻烦，你到我家里来一趟，给她点颜色看看。卢芳云一听情况不对，想冲出房门，可是个头不足1.6米的他哪里是刘泰龙的对手。刘泰龙已完全卸下蓝颜知己的面具，换了一副色眯眯又冷冰冰的狰狞面孔。卢芳云终于趁刘泰龙不注意，冲到隔壁找到刘大人，说，叔叔，您帮帮我吧。刘大人叹了口气，和卢芳云一起去找刘泰龙。谁知刘泰龙已经跑了。一直等到夜里10点钟，卢芳云几乎快崩溃了，恨不得马上拿到手机立马消失。他用刘大人的手机打电话给刘泰龙，你在哪儿？把手机还给我，
让我回去吧。我在书城有事儿，等会儿回来了再给你。卢芳云只好等待，结果等到半夜也没见人影。卢芳云急了，又发信息给刘泰龙：你要是再不回来把手机给我，我就去报案了。刘泰龙嚣张地说：那你去啊，我就在派出所等着你呢。傻乎乎的卢芳云竟信以为真：你在哪个派出所？我在书城派出所。卢芳云就搭乘刘大人的摩托车去了书城派出所。黑漆漆的乡村公路上空无一人，卢芳云只好又打电话给刘泰龙，他又说了个地址，卢芳云又赶紧过去，结果又扑了空。几番折腾下来，卢芳云心灰意冷。刘泰龙打来威胁电话：你要是不听话，就休想拿到手机，你要是报警，你就完了，我是不会放过你的。2月4号晚上9点，卢芳云迈着沉重的步伐来到了舒城县百灵乡派出所。接到报案后，所长安排民警将卢芳云安排在百灵乡卫士花饭店住宿，并在网上给刘泰龙留言。晚上11点半，终于等到刘泰龙上线，民警责令他归还手机，刘泰龙根本不理会。第二天，民警找到刘大人，让其找回刘泰龙，速速归案。民警在走访调查中得知，原来刘泰龙多次带女孩回家，甚至有女孩怀孕了，最后也不了了之。刘大人也早就麻木了。随后民警郑重强调了刘泰龙行为的严重性，刘大人表示愿与警方合作。回到派出所，民警的心依然没有放下。昨晚安排卢芳云住宿的时候，就担心她心理紊乱，早安排了一位女警员方玲玲密切陪伴。方玲玲尽力陪卢芳云聊天，疏导她的不良情绪。第二天晚上9点，刘大人将卢芳云的手机拿到百灵派出所，但刘泰龙本人并未出现。他让朋友将手机送到刘大人手里，转交卢芳云。由于刘泰龙始终不出现，无法当堂对质，这几天的经历就像一个弥散不了的噩梦，令卢芳云无法安神。他终于扛不住不断增大的精神压力，第3天自行离开了六安。由于此案的受害人终止了报案行为，接下来的一切只能靠民警的努力，而全部的依据只有那几页简单的笔录，加上刘泰龙在逃，无法取得他的口供。依照案件上报程序，此案最终上报舒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对刘泰龙发出了追捕令。正当民警们在思索如何帮助他使用法律武器将刘泰龙绳之以法的时候，他仅仅只在关心他的手机何时可以追回。后来精神上又渐渐崩溃，陷入绝望，他自动放弃了报案和起诉行为。刘泰龙虽然目前在逃，但刑警们正加紧对其追捕。好，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